是我。你在跟踪我？因为我知道只有你才能找到落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关心他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有数，又何必我明说呢？你打算怎么样？不要惊动他们，立刻报告主人。然后呢？主人自有办法，我们只要遵命行事就行。如果我并没有找到落日他们呢？你不要以为什么事都被你算准了。我的确没有找到他们，我们怎么向主人回报？那你要上哪去？我有必要告诉你吗？你说谎！杀那个丫头，我比你还急，因为她看到的是我的真面目，不是你的。我为什么要说谎？竹月，我是不愿意让主人责怪你，你的行动我并没有向他回报，你可不要得寸进尺。哼，我没有什么事不能让主人知道，你尽管回报就是了，不用在我面前卖好。竹月，我要走了，如果你愿意跟你就跟，不过不要碍我的事，否则我会对你不客气。阿德，没想到你还有一双巧手。你没发现我的事还多着呢。我不急呀，反正我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发现你的优点。送给你。好漂亮的一只蝴蝶。我希望你能像这只蝴蝶一样破茧而出，从此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我不会像蝴蝶的。为什么？蝴蝶的快乐很短暂，因为我有了你，我的快乐是永久的。哎，干什么？这个蝴蝶不吉利，我们不要它了。不要，给我，给我。你不要想太多。其实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我能跟你在一起已经很难得，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无论将来结果是什么，这段快快乐乐的日子，我会永远记住。落日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无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要你离开我，好吗？你放心，没有人可以把我们拆散。阿蛇，师父，还在替阿德担心呢。嗯。阿德善良，我佛慈悲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师父，我是不是应该跟阿德道谋平的？不，我说过，要给他留个独立成长的空间。可是我真的放心不下，我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两个，阿德就像我亲妹妹一样。他才走没几天，我就开始担心了。后来知道，他一到成家就成了杀手的对象，我更是焦急万分。到如今，他连消息都没有了，我的觉也睡不好。师父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实在是我放心不下。我明白，你是对阿德太过关心了。师父，你认为阿德会去哪里呢？不知道，如果他逃过这场浩劫，
而又没有别处可去，你认为他会去哪儿呢？长安。不无可能。师傅，我想去看看。也好，我暂时留在临汾，你一有消息就通知我。是师傅，那么事不宜迟，我就不跟我于师傅他们说了。好吧，你去吧。是。阿德，你的手艺真是不错，谁教你做菜？我是无师自通的，师傅和阿舍都不会下厨，所以就只好由我来做了。谁知道久而久之，我发展出了一套自成一格的烹饪技术，师傅还许我的素菜是天下第一呢。那我蛮有口福的。你要是愿意，我可以天天做给你吃。我当然愿意。谁？是你？不错，你觉得讶异吗？你怎么会找来？我是个好杀手，对程家下手的时候，我调查得很清楚。我知道有个长安区的女大夫，而我又知道她叫阿德。这样一来，我怎么会找不到呢？其他的人呢？只有我一个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我知道。你还敢孤身前来？有什么不敢？我又不是来与你为敌的。那你来这干什么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说吧。单独说，请你到院中来一下。你去吧，去听听他说什么。我没关系，竹月对你有情，不会害你的。除了你，我不会对其他女子动情了。我相信你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伤害她太深。我去吧。我最恨月圆、太亮、出任务都得多注意躲藏。常听人说月圆人团圆，而我又没有团圆的对象，使我更恨月圆。哼，偏偏我叫竹月，一个追逐月圆的女人。你呢？你叫落日，即将落到山后的太阳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你有这种感受吗？这些都是主人给我们取的名字，而我们原本的名字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心中只有主人，只有任务，只知道做一个出色的杀手，却完全没有自己。你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。你离开阿德，回到主人身边，就这么简单？不错。离开阿德，我可以回报主人，说已经把他给杀了，不会有人再来找他麻烦，主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的。我没有杀死郭大成一家，主人也不知道吗？主人早就派追风在观察你。你前脚离开郭家，追风后脚就完成了任务。对主人而言，并无不同。同时，主人平日最看重你，只要你肯回头，主人一定会原谅你的。然后呢？继续杀人，做一个杀手吧。然后可以保住你一条性命啊！保住性命又如何？永远做一些见不得人、不能面对光明的事。当我们走进杀手这一行的第一步，你就应该知道有这样的结果。这不是我的选择，是主人一手造成的。这是我们注定的命运。如果我不认命呢？那你很快就没命。你凭什么劝我？难道我做的还不够明显吗？难道你不明白，你跟阿德根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永远也不会有结果。
只有我们，有着同样的童年，同样的学武经历，同样的第一次杀人，而后习惯麻木，成为一名出色的杀手。我们没有身份，没有朋友，甚至连名字也是假的。如果我们彼此不能够互相安慰，我们会是这世上最寂寞的人。不，我已经找到不再让我寂寞，而且可以让我重生的人，那就是阿德。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或许将来，你也会碰到一个合适的对象。我告诉你，杀手落日早已经死了，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，不再杀人的落日。你以为你能一直这样下去吗？我能。那你最好先做准备，主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会回去密报吗？不，否则今天我就不会一个人来。可是下一次，谁也不知道。你多保重。事情进行的如何了？主人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落日的消息。追风，你一向善于追踪之术，只要你想找的人，无论他躲到天涯海角，你都有办法找到。这次为什么出现例外？追风办事不力，甘愿受罚。这也怪不得你。毕竟落日也是杀手，对于你的行事方式了若指掌，自然不同于一般。我只担心你会基于同门之谊，存有姑息之心，故意知情不报。追风不敢隐瞒主人。那就好。你应该最清楚门规，对于叛徒是如何处置的。主人请放心，追风绝对不敢违背主人。追风，落日的叛变等于断了我的左手，现在我只剩下你这只右臂了。追风绝对不会对主人有二心的。追风，我已经打听出来，和落日在一起的丫头名叫阿德，在长安街上开了一间药铺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落日一定也在长安。主人果然神通广大，属下立刻去长安查看。一旦发现落日，立刻通知逐月向阳，将他们二人带回临汾。如果落日胆敢违抗，就地格杀。是。你不是睡着了吗？怎么又起来了？你还没睡，我怎么会睡得着？是不是我吵醒了你啊？没有，我只好奇你在干什么。啊，你看，是一个剑套。我一直在想，你再也用不上这把剑了。本来我想把它埋掉，又怕你会舍不得。他跟着我很多年，也救了我不少次，而且他还杀过不少人。阿德，我知道你再也不会杀人了，所以你再也用不上它了。既然你舍不得，我又怎么忍心把它给埋了呢？我要用这剑套把它给包起来。只要你可以永远不把它拿出来，那我们就可以永远也不再过那种打打杀杀的杀手生活了。你放心，我何尝不希望以后不再用到它？只是……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到任何你用剑的理由。从现在开始，这把剑就让它永远的埋在这个套子里。你现在用的最危险的工具，就是你的锄头。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我着想。
我会把这些都放在我心上。如果我做的每件事情你都放在心上，那你的心岂不永远都不会够用了？阿德，姐姐，阿德，姐姐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师傅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？师傅啊，他还在临汾，他要我回来看看你回来了没有呢。有劳师傅和姐姐替我操心了。我跟师傅啊，真是为你担心。程家出事了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回长安呢？害我们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呢。这倒是不假，多亏有他救了我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真的要阴阳两隔了。他？你说的他是谁啊？姐姐，你不要取笑我。我哪有取笑你啊？恐怕你是做贼心虚哦。我才没有做贼心虚呢。姐姐，你最喜欢瞎猜一人了。那么你说，他是谁？他叫什么呀？他叫落日。目前就在苦竹精舍里。什么？他现在住在这里？难道你们已经……姐姐，瞧你在说什么？是他受伤了，所以我才把他留在精舍里，就近照顾嘛。算了吧，那，你还是把一路上发生的事情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免得我在那边胡思乱想。其实，也没有什么事情。我一到程家，就发现他们全家都被杀光了，而且我还和那个凶手打了个照面。你见到那个凶手？那你还记不记得他的长相？是不是脸上有刀疤的男人？不是的，那个杀手是个女的。难道凶手另有其人？姐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啊？最近临汾首富全家被杀，据他的左邻右舍形容，在案发之前，是一位脸上有刀疤的男人，行踪可疑，所以师父才会做此推断。但是既然你目睹的人是位女杀手，我相信杀手就不止一人。姐姐，天下之大，脸上有刀疤的又何止一人？总不能全都列为疑凶吧？当然不会如此鲁莽了，不过却也值得怀疑，直到查明真相，证据确凿，再加以痛惩，以免他继续荼毒生灵。倘若此人有心向善，又当如何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固然是件好事，不过也必须先赎前过，以表诚意，这才算真的改过啊。而且这样子，他也可以过得心安理得。可是如果他有难言之隐，无法公开认错呢？阿德，你为什么一直跟我讨论这个事情？难道你对他有所了解？没有啊，我怎么会跟杀人凶手有关系呢？姐姐，你也太过敏感，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的。阿德，我回来了。落日，这就是我常向你提起的阿舍姐姐。哦，阿舍姑娘。姐姐，你就是落日。是。谢谢你仗义相助，救了阿德一命。举手之劳，何必言谢？何况我的命也是阿德姑娘所救，各不相欠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落日与昔日仇家狭路相逢，一不小心被暗器所伤，他还以为是小伤，还充英雄，装作没事的样子。若不是我发现的早，他早就毒发身亡了。原来如此，所谓的善有善报，你好心救了这位女神医，所以你也保住了性命。
阿舍姑娘说的是，姐姐说的才不是呢。难道你没听出来？她是语带玄机，在消遣我们呢。哦，两位慢慢聊吧，我先把水拿到厨房去。啊，阿德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不然为什么我提起脸上有刀疤的人，你却一直为他解释，生怕我误会？他根本就是个大傻瓜，我怎么会喜欢他呢？哦，既然这样子，我现在就去赶他走。反正师父知道有个陌生人住在我们精舍里，一定很不高兴的。哎，姐姐，他现在伤还没有好，而且他又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如果现在赶他走，那他就会毒发。或许等到他娶你为妻再走也不迟，对不对？姐姐，谁叫你要骗我，不肯对我说实话呢？我没有骗你啊，我怎么敢骗姐姐呢？那么我问你，你若不是喜欢他，为什么要带他回精舍，不让他在药铺里养伤呢？再说，你们萍水相逢，就算是他有恩于你，你也未免太过殷勤了吧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难道你不怕遭人非议吗？姐姐，你搬出这么多大道理来说我，无非就是想让我承认我对他有好感，对不对？你认为呢？好啊，我承认，我是不讨厌他。阿德，并不是我喜欢多管闲事，感情的事情十分微妙，如果一不小心处理不当，可能会让你后悔莫及。我是担心你受到伤害，你知道吗？姐姐，你对我的关心，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前车之鉴，历历在目。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照顾自己。如果你明白，我就放心了。姐姐，你也走了这么老远的路，一定也累了吧？这样，你先回房间休息，我上街给你买几样你最爱吃的菜，然后再去药铺取药。哼，你不要在那边卖乖了，我看还是我到药铺去吧。你在这儿好好陪陪他吧。姐姐，你走了。说，阿德和落日在哪里？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两个人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有1000种方法让人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想尝试一下？你杀了我也没有用，我真的不认识他们。杀了你，岂不是让你太轻松快活了吗？我要让你慢慢的享受死亡的滋味，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跟我说谎。你简直连禽兽都不如！你现在最好多说几句，否则待会儿我把你舌头一寸一寸割下来的时候，你想说都说不出来了。住手！阿舍姑娘，你要找的人只有我知道下落，有本事尽管来找我好了。好。阿舍姑娘，铁蛋有没有事？我没事。如此说来，他对此地环境十分熟悉。倘若我猜测不错的话，临汾就是这杀手组织的聚集之地。师父推测的没错。倘若没有地缘的关系，我相信他是逃不掉的。
你与他交过手，依他的武功路数来看，程郭两家的命案是不是他所犯下的？依他们伤口来推断，此人的确是郭家命案的元凶。至于程家的凶手，则另有其人，而且是个女杀手。哦，你怎么知道凶手是个女的？阿德看到行凶之人，证明凶手是位女子。难怪他们非要置阿德于死地不可。阿德有没有说他是如何逃出险境的？阿舍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隐瞒不说？阿舍不敢。那你为何犹豫不决？师父，阿德是被一位名叫落日的青年所救，后来他又被仇家所伤，现在正在精舍休养。哎，那落日既然是阿德的救命恩人，如今又有伤在身，阿德将他留在精舍照顾也是理所当然嘛。所谓感恩图报，又何必拘泥于男女之分呢？你不敢说，莫非以为师父真的食古不化呀？这倒不是，只不过……阿舍，你我师徒之间，难道还有不能明讲的事吗？我不是有意隐瞒这件事情，只怕师父一旦知道这件事情，定会秉公处理。我怕阿德会受不了这个打击。哦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的有这么严重？师父，你记不记得师长曾经提过，郭家的命案是为脸上有刀疤的青年所为？哦，难道落日脸上也有刀疤？不能光凭如此就断定落日是凶手啊！师父，除此之外，当然还有其他可疑之处。据吴家护院说，行凶之人当晚是被毒镖所伤，而且落日他也是身中毒镖，这不是太过于巧合了吗？话是不错，不过落日倘若是杀手之一，为什么反而出手相救，不将阿德灭口呢？因为落日对阿德情有独钟，阿德也对他用情至深。所以你担心阿德一旦得知落日真实身份之后会伤心欲绝，所以你才没有揭穿此事。师父，我认为阿德早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而且代为隐瞒。只因为阿德，他一向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，一直不敢涉及男女之情。现在好不容易他才……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为此事伤心。阿舍，你太多虑了。凡事冥冥中自有定数，一切早有安排，任何人也不能左右天意的。更何况，倘若落日真是一名杀手，就算阿德再如何隐瞒，终归还是要面对事实的。师父教训得对，阿舍知错，我立刻回长安，带落日回来认罪。那倒不急，既然落日对阿德有情，应该会留在苦竹精舍才对。等我们找到真凶之后，再管此事也不迟。毕竟落日只是一名棋子而已。师父是不是另有发现？阿舍，从目前的情况看来，凶案的杀手至少有3名以上，此事绝不单纯，应该是有个组织才对。难怪师父说落日只是一个棋子，不过想查出幕后的首脑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管再困难，只要有痕迹可循，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阿舍，有件事我要问问你的意见。师父，请说。依你看来，主导这灭门血案的人该不该杀？罪该万死，毫无情理可讲。难道没有一点情面可言？如此泯灭人性，跟禽兽无异，任谁都想除之而后快。倘若此人与你有恩呢？师父指的是？不错，我怀疑于二娘的嫌疑最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师父虽然是做贼出身，但是他早已经金盆洗手，改过自新。更何况他以前做贼的时候，也没有乱杀无辜啊，又怎么可能是那么残暴凶狠的凶手呢？你别急，我只是推论而已。你想想看，最近这几宗灭门血案几乎都发生在临汾附近，而在临汾，
谁有这个能力主导其事呢？再说，这些杀手显然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所以下手如此干净利落，显然是行家所为。如此一来，于二娘的嫌疑就更大了。我绝对不相信我于师傅会这么做的。阿舍，人心难测啊！你师徒二人离开这么多年，其中发生了什么变化，你又怎么料想得到呢？你大可放心，如果没有确切证据，我是不会诬陷他的。不可能，我师傅怎么可能是杀手的主人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死也不相信！阿舍，师傅，原来是你呀！快进来坐，快进来坐哈。师傅，好大的兴致啊！嫁做人妇，自然有所改变了。你师丈啊，整天在外边做生意，我呢也只好以女工来消磨时间了。正好啊，顺便呢借着这一针一线来陶冶心智。以前呢，我总是抡刀舞剑的，如今呢，玩弄针线也别有一番滋味呢。阿舍，你看看师傅绣的怎么样？这对鸳鸯绣得栩栩如生，技法高明，而且毫无破绽。你呀，根本就是心不在焉，连看都没看一眼，怎么就胡说一通呢？什么技法高明，毫无破绽，这又不是在谈做贼的本领。啊，我本来就是江湖儿女，哪懂得这些闺中之物呢？唉，这倒也是，全怪师父耽误了你。师父，阿舍，你从小跟着我东游西荡，以偷为生，从来呢就没有学过一点正经的东西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你恨不恨师父呢？阿舍除了心怀感激之外，又怎么会有半点怀恨之意呢？当年要不是师父的好心收留，我哪会有今日啊！啊，别说了，阿舍，师父啊只是有感而发，并非要你感恩。其实啊，你一直就是个好孩子，只是命运过于坎坷。幸好你缘分不错，遇到石头和尚，也算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。两位师父都对我恩重如山，阿舍永世难忘。哎呀，阿舍，你看我真是老糊涂了。明明啊是开开心心的久别重逢，偏偏弄得你泪眼汪汪的。师父风韵犹存，谁敢说你老呢？嫌我老的人呐，岂不就是你吗？啊，什么风韵犹存，岂不是说我已经是半老之人了？阿舍失言，请师父不要见怪。你正值花样年华，和你站在一起比较啊，师父不老也老喽。快过来。师父与师丈间谍情深，师丈又视师父为掌中之宝，那么人老了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你师丈对我呀，确实是疼爱有加。哎，今生有夫如此呢，也算是无憾了。师父，你真的对目前的生活心满意足吗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阿舍，你我师徒一向直来直往，为什么今天你总是言辞闪烁？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师父，你知道我一向对情爱之事都一窍不通，所以才想在师父身上窥探一二。
原来我的阿舍已经情窦初开了。要是师父没有猜错，你是不是已经有意中人了？师父，哎，这有什么好害臊的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就算是他石头和尚，也不能逼着徒弟当尼姑啊。我石头师父在出家前也是有妻有子的，又怎么会逼我们当尼姑呢？那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快告诉师父，是谁有这么大福气，能够让你动心呢？他叫做石金天。石金天，快跟师父说说，他人品如何，家世怎样，好让师父替你琢磨一下。他是我石头师父的独生子啊，那亲上加亲，岂不最好啊？可是，他自幼与他母亲同住，日前，他的母亲却因为我师父而死。他悲痛的离去，至今音讯全无。想不到你的感情之路也如此波折啊！不过阿舍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们今生有缘，终究会有好结果的。啊，阿舍，你看这条鸳鸯帕，师父本来就是给你绣的，如今啊正好派上用场。想祝福你早日找到如意郎君。现在呢，我祝你跟石金天重续前缘，永结同心啊！师父，你对我如此厚爱，我却对你还心存芥蒂，我实在太对不起师父，我实在是罪该万死。阿舍，你是干什么？快起来啊！我石头师父怀疑，近来多宗血案都是由你策划为主，我不但没有权利维护，反而还对你心存怀疑。枉费您对我如此厚爱，我实在是罪该万死。我与石头和尚相识不深，我又有做贼的前科，他对我有所怀疑，也无可非议。至于你，也是出于公义，何罪之有呢？师父，起来。师父，阿舍，一个人的一生就只能够错一次。我好不容易才重归正道，绝对不会重蹈覆辙，再行不义呀。你就放心好了。师父，阿舍，你是不是去见过于二娘了？你一定把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全告诉她了。师父，我可以用性命担保，这几宗命案绝对不是他做的。倘若你判断错误怎么办？我愿意自刎谢罪。你以为你的一条命比得上那些无辜受害的上百条性命吗？阿舍，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于感情用事。落日的事，你为了怕阿德受到伤害，任凭凶手逍遥法外。于二娘虽然设有重嫌，但是并无证据，只限于推论猜疑而已。而你却通风报信，你可知道，如此打草惊蛇会惹来多么严重的后果？倘若于二娘是清白的，当她知道我们因为她的过去而对她有所怀疑，岂不是徒惹伤心？一个人能够大彻大悟、痛改前非，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？你的话，除了让他感到难过，更会伤了你们师徒之情。再者，倘若于二娘真的是杀手主人，你却主动对她说我们对她有所怀疑，岂不让她有了防备？更无法找到线索。为了消灭证据，甚至于他会采取非常手段，杀人灭口。落日已经败露了行迹，处境危险，甚至连阿德都会遭到毒手。阿舍知错，阿舍不该任性而行，不知道是否有补救的方法。
事已至此，或许只有将错就错，方能转危为安。阿舍任凭师父差遣。幸亏事发不久，就算于二娘要采取行动，也不会这么快。阿舍，你立刻赶回长安，将落日带来见我，希望他良心未泯，说出真相，让杀手主人无法遁形。师父，我……阿舍，如今杀手主人究竟是谁，尚未可知，你又何必自寻烦恼？就算真的是于二娘，她也是咎由自取，你又怎么能代掩其过呢？师父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，希望师父能够手下留情，指引一条明路。傻孩子，我佛慈悲，倘若他真有悔悟之意，我又怎么会逼他走上绝路呢？我已经找到不再让我寂寞，而且可以让我重生的人，那就是阿德。我不会轻易放弃。或许将来你也会碰到一个合适的对象。落日，如果我也有活下去的理由，那就是因为我心目中有你。难道我真的一比不上阿德吗？如果你可以重新再活一次，不再是杀手，你和落日或许有比翼双飞的机会。你来多久了？在你自怨自艾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门口了。哼，竹月，你一向冷若冰霜，如果你再多点笑容，我相信你一定比阿德更迷人。你在胡言乱语，小心我要你的狗命！我真是枉做好人，为了你和落日，我连生命都不要，欺瞒主人，却招了一顿咒骂。我并没有阻止你通风报信，你不用在我面前邀功。竹月，我们一定要针锋相对，难道就不能做朋友吗？哼，杀手是不能够有朋友的。既然杀手无情，为什么你对落日如此多情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对你绝对没有非分之想。只是做了这么多年的杀手，我觉得很累，我很孤独。有的时候，我很想找一个人说知心话，却没有对象。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？我真的很羡慕落日，他有勇气去寻找自己的生活。就算我有这样的勇气，却没有这样的阿德。你也喜欢阿德？啊，这倒不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每一个男人都需要有一个温柔善良的女人，一份至死不渝的真爱。如果我也有这样的一位女人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追风，我是不是不够温柔，不够善良？竹月，我相信，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，你比任何女人都更好，更温柔善良。够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竹月，你也不要太过自卑啊，你比任何女人都有更多的优点，你知道吗？杀手能够有情，比任何事情都难能可贵。追风，谢谢你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也曾经为我吸过毒血，我现在这样做，
又算得了什么？倘若有一天我真的中毒了，你不懂医术，身上又没有解药，那你会怎么做？我还是会为你吸毒的。这样一来，你岂不也中毒了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如果治不好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落日，你真的会这样做吗？你还在怀疑我？不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我只是觉得你不必为我而死。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如果我不同样对你，我还算是一个人吗？落日，石头大师跟阿舍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你为了替我掩饰罪行而对他们撒谎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要付出多么大的勇气才会这么做？可是，你为了我背叛你的主人，连生命都可以不顾，你需要的勇气岂不是更大？我背叛组织，除了希望跟你在一起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我还希望不再杀人，而你的生活本来就很安定，是我把你的生活搞乱。我对你真的很抱歉。落日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并没有为你撒谎，你不用感到内疚。你不必安慰我，虽然我没有听到你跟阿舍的对话，但是他离开之后，你就心神不宁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落日，我真的没有为你撒谎，只不过我没有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师父和姐姐而已。何况你已经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这也是事实。就算师父真的知道了，也会原谅我们的。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为什么不坦白告诉阿舍？我只不过觉得，等到时机成熟了以后再说，会比较恰当。你的心意，我非常了解。你这么说，只是想让我好过一点而已。但是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？我非常在乎你的感受，别人原不原谅我根本不在意，最多只一死而已。落日，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带着一身的罪孽而死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决定改邪归正，诚心向善，不会改变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会做得很好。只是，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：无论如何，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身份。至于师父和姐姐，以后我会解释的。大善人，大师，大师还没歇着啊？石头心中有事，想要与大善人商量一下，可惜来得不巧啊。有何不巧？大善人可是有要事外出？哦，我只是在家中觉得太闷，想出去走走而已，并无要事。哦，那就好，否则因为石头而有所耽误，岂不是罪过？哦，大事严重了。里边请坐，请。不知大师有何事相商？大善人对最近几宗灭门血案有何看法？我认为这批杀手行事凶残，手法利落，幕后
一定有个庞大的组织在暗中操控一切，而且作案的对象都不是江湖中人，可见这只是谋财害命而已，并没有涉及江湖恩怨。大善人分析的是，依大善人之见，在这临汾一地有没有可疑的人足以主导此事呢？我世居临汾，倒也没听说过有什么非法之徒或是厉害人物。此人恐怕不是临汾人士。前几天阿舍追踪一名杀手，一路上紧追不舍，直到了临汾附近，突然失去踪影。由此可见，此人对此地相当熟悉，显然是久居此地才对。就算真有此人，我也确实想不出有这么一号人物啊。大善人是想不出来，还是不愿意去想呢？这大师有话但请明说，万里知无不言。大善人请放宽心，石头只是推测，绝无半点偏见。毕竟惩奸除恶，人人有责。倘若因此而有所得罪，还请大善人见谅。大师是不是怀疑张某见财起意，谋害人命？大善人言重了。大善人造福乡里，善名远播，又怎么会为了钱财而残害他人性命呢？大师语带玄机，显然是对张某有所怀疑。疑心是有，却不是针对大善人本人。大师指的是？不可能啊！二娘早就已经金盆洗手，更何况我与她朝夕相处，我不可能不会知道她的心性啊！大师恐怕多虑了。夫人与阿舍有师徒之情，石头也希望所想的与事实不符。至于今日坦白相告，那是因为石头深知大善人通情达理，心胸豁达，才直言不讳。只是想与大善人交换意见，看有没有其他可疑的人。大师为民除害之心，张某自然明白。这样好了，明日张某就派人四处查访，一有可疑之处，立即通知大师。有劳大善人，石头先带无辜冤魂谢过。岂敢岂敢！石头不打搅大善人休息了。大师慢走。追风，你和阿舍那个丫头交过手，你认为你们的功力相差多少？至少2成以上。如果你和竹月联手，有几成胜算把握？应该说可以稳操胜券。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们仍立于不败之地。除非落日倒戈，否则不会有太大的失误。主人，据说石头和尚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担心集合我们3人之力，未必胜得了他。难道加上我一个，也不能置他们于死地吗？其实目前的情况对我十分有利。如今敌明我暗，还可以利用各个击破的方法消减他们的实力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恐怕情况就会逆转。主人，难道他们找来高手助阵吗？这倒是没有。石头和尚机智过人，他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杀手组织的源头。倘若落日再供出一切，对我就更加不利。主人，落日虽然背叛组织，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出卖我们，否则他早就全盘托出了。他既然有背叛之心，就难保他会守口如瓶。竹月，属下在。你是不是舍不得杀他？属下不敢。我希望你是心口如一，否则就太令我失望了。主人放心，竹月绝对不会违逆主人的命令。追风、向阳，
属下在。今夜3更时分，照我的计划行事。是。石头和尚，我要你尝尝我的手段，让你一辈子都内心难安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！嘿，不要走！抢匪，哪里走？主人，站住！主人，请手下留情，我不会出卖组织的。谁是你的主人？主人，娘，果然是你。多谢大师救命之恩。不必谢我，纵然你是大奸大恶之徒，我也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。不过经过这番死里逃生，你应该痛改前非才是吧？襄阳谨遵大师教诲。我想确认一次，于二娘真的是你的主人？是。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二娘，别激动，有话慢慢说。襄阳，你可知道于二娘为什么要杀你灭口呢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敢说？你不要再装腔作势了。我于二娘与你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，使你这样陷害于我？主人，二娘，快住手！万里，难道你就真的相信我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元凶吗？夫人，眼见为凭，你又何必为难于他呢？什么叫眼见为凭？你以为你看到的一切就真的是事实吗？事实胜于雄辩，既然是和尚亲眼所见，又怎能不信呢？你，算了，我也懒得再做解释。反正这个人我不认识，信不信由你。夫人之言的确让人难以置信。临汾一带百姓何止上万，为什么他们偏偏要诬陷夫人一人而已呢？难道说他们与夫人存有什么嫌隙，因此要挟怨报复？哼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找我做替死鬼，除非找到元凶，否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呀，二娘，你我夫妻多年，我可以信任你。不过凡事讲求证据，只要你愿意说明真相，从此悔悟向善，我相信大师他不会太为难你的。万里，别人对我怎么误会，我可以毫不在乎，但是你怎么会对我有所怀疑呢？自从我嫁你为妻，我一向恪守妇道，从来就没有做过一件令张家蒙羞的事啊！二娘，你什么都不必说了，为了你，我可以不顾一切，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。而你呢，光凭一个臭和尚片面之词，就对我失去了信心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二娘，哼，好，臭和尚，我就是杀手组织的首脑，又怎么样？夫人若要执迷不悟，石头只有替天行道了。哼，有本事就杀了我，否则就少管闲事。夫人，请留步。如果我要是偏要走呢？那就莫怪石头得罪了大师。我就不相信你留得住我。二娘，大师，二娘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主人，快走，快走啊！主人，主人，快走啊！主人，他已经走了。大师，二娘之过由我一人承担，请大师不要再追究他了。你夫妻情深，我自然明白。不过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你救得了他一时，又岂能救得了他一世呢？来人，在，把他押在柴房听候发落。是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走。不好了，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夫人杀了人，而且把向阳劫走了。
想我前半生落拓江湖，居无定所。原本以为嫁给万里，可以在此安身立命，终老一生。没想到，从今以后又得流落江湖。大善人，哦，大师，大善人邀石头前来，不知有何要事啊？大师请坐，请。大师，昨个一宿我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。我反复再三思考，究竟我帮助二娘她逃走对不对？结果我发现自己是大错特错。要不是我只顾自己夫妻之情，不但那向阳无法逃脱，家仆也不会无辜丧命。至于二娘，她是不是真的清白无辜？正如大师所言，该由她自己来澄清吧。大善人夫妻多年，情深义重，纵然是你有心维护夫人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怎能要你为了和尚留下夫人？岂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石头了解大善人的心情，不过尊夫人实在不该杀了仆人带走向阳。我也实在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救走向阳呢？他应该不是存心要救向阳，而是要杀他灭口。如此一来，就没有人能够指证他的身份了。大师不也是可以做人证吗？我虽然亲眼所见是他刺伤了向阳，可是并不能证明他就是杀手主人呢。唉，这全怪我，要不是我一时糊涂，也许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。大善人，事到如今只好顺其自然。不过当务之急，还是应该尽快找到夫人，免得她再造杀孽。好，这个一早我已经派出了所有的家仆到处去寻找二娘，但却一无所获。只等一有消息，一定会立刻通知大师。好，就等大善人的消息了。哎。阿德，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昨天你说去药铺，怎么去了一夜都没回来，害我担心死了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昨天我到药铺里，正好碰到有个杀手要杀铁蛋，我为了要追拿他，一路追到临汾，所以到现在才回来。铁蛋没事吧？凶手抓到了吗？铁蛋他没事，不过我追查凶手，追查到临汾的地界，就失去了他的踪迹。师父跟我推断，此人一定是久居当地之人。这就奇怪了，怎么会有人要杀铁蛋呢？此人一定是跟杀手集团有关，因为他一直追问精舍的所在地。铁蛋抵死不说，所以惨遭毒打。正好我及时赶到，所以铁蛋才会逃过这一劫。不过我已经叫铁蛋关闭药铺，先去避一阵货，过一阵子再叫他回来。阿德，师父说，现在精舍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要你暂时不要外出，以免暴露行迹，惹来杀机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到镇上去的。我不过是到田里给落日送饭。阿德，你对落日了解多少？你发现了什么？你觉得我应该发现什么？姐姐，你不要再跟我打哑谜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认为我不应该跟落日交往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一定会答应的。阿德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跟落日交往甚浅，你对他的过去又了解多少呢？我只是要你多观察他一点，这样对你会好一点。姐姐，师父说过，每一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过去，但是我们不能仅以此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。关键要看这个人现在怎么样，
师父也说过，做人必须要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倘若他现在行善，只是为了逃避现在的灾难，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的改过向善，不是吗？姐姐，我相信落日是真心向善的。你想想看，他过去或许在刀口下讨生活，可是如今，他除了在田里耕地种菜之外，其余的时间都在苦竹精舍苦研佛经。如果他不是真心向善，他又怎么会甘心过这种乡野生活呢？如果他只是为了要逃避灾难，总有一天他会不甘寂寞的。那时候你不是徒惹伤心吗？未来的事情，又有谁能够预料呢？好像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活到什么时候，何况落日。他知道这件事吗？他一点都不在乎。自从他知道我的病情之后，就再也没有问过我。只不过，他告诉我，他愿意为了我回到精舍，陪我过平凡的日子。或许，他真的是一个真心诚意的人。好了，你快去送饭吧，他一定很饿了。姐姐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我先去了。放心，这儿也是我的家呀，我会照顾我自己的。那我先走了。落日，落日，阿德，你再不来，我快把泥土都吃光了。那岂不省事儿啊？免得我天天下厨房为你做饭。辛苦你了。你才辛苦呢，这么大的太阳在田里工作，你看你啊，满头都是汗。来，我帮你擦擦。阿德，这段时间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。我跌倒了要自己爬起来，肚子饿了要自己找饭吃，从来没有人关心我。就算我死了，也没有人为我流泪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不必为这些事情操心了。除了我，还有阿舍跟师父，他们都会把你当做一家人的。阿德，好了，快吃饭吧，不然饭菜都凉了。你不要工作得太晚了，阿舍姐姐回来了，我们一会儿陪她聊聊天。好。落日，记得早点回来啊。哦。阿舍姑娘。我的脚步已经放得如此的轻，你还听得清楚，可见你的基础相当不错。你就连在工作的时候还如此小心谨慎，是怕有人来这里寻仇吗？人在江湖，少不了有一两个对头，小心点好。既然你是江湖中人，为什么还在这里流连忘返？那你是来赶我走的吗？腿长在你身上，要走不走，我怎么能奈何得了你呢？落日，
有一句话我一定要问你，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回答我。说吧。你对阿德是不是真心的？如有虚假，如同此目。如果我要你离开阿德呢？断木岂能如初？将2节断木削平，再装上铁耙，不是一样又是一把很好的农具吗？道理是一样，但是长短不同。我一生当中碰过不少的遗憾，错过这一次的机会，我会遗憾终生。我希望你说的是肺腑之言，否则这将是你最后一次说谎。落日，吃饭了。阿德，我今天很累，有没有酒可以喝一些？有。好，我也陪你喝一杯。我马上就来。落日，你来陪姐姐多喝2杯。阿舍姑娘，我敬你。干杯！姐姐，你这样喝会喝坏身体的。哼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阿舍姑娘既然这么豪爽，我就陪你多喝几杯。好。落日，你不要喝那么多，喝醉了可没有人照顾你哦。有什么关系？醉就醉嘛，反正一醉解千愁，明早醒来，又是一条好汉。我只怕酒入愁肠，愁更愁。你们慢慢用，我出去走走。师父，阿德跟落日他们的感情忠贞不二，我又怎么忍心拆散他们呢？可是如果我因为阿德放过落日的话，又怎么对得起这么多无辜受害的善良百姓呢？姐姐，你们吃饱了？是啊。姐姐，你今天喝了好多酒，是不是有什么心烦的事啊？你不要担心，我没事的。你我多年以来朝夕相处，我怎么会不了解你呢？姐姐，你坦白告诉我，你心烦的事情是不是与我有关啊？没错，我的确是有点为你心烦。不过最让我感到困扰的，是在我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。心结难解，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如果姐姐信得过我，不妨说出来听听。或许旁观者清，我可以给你提些好的建议呢。阿德，最近我去临汾，碰到了我以前的师父于二娘。她已经成了张大善人的妻子了。你们师徒重聚，应该是件好事啊。姐姐怎么还会心烦呢？师父怀疑他是杀手组织的首脑。我听说临汾张家一向乐善好施，怎么会与杀手组织有关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假冒伪善的人
比比皆是，一点都不足为奇。只不过，他对我有养育之恩。如果他真的跟杀手组织有关，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难道你真的相信他就是杀人越货的元凶？我希望他不是，可是种种的迹象显示，都对他极为不利。原来如此，这就难怪你会如此心烦，以酒消愁了。阿德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会怎么处理呢？我想，如果那张夫人可以改邪归正，我们就应该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。那这么一来，对那些无辜的受害之人，不就永远沉冤难雪了吗？有时候，情理法真的是很难兼顾。反正死者已矣，如果张夫人能够利用余生造福世人，以补前过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。你不觉得这么说有点徇私护短，有欠公道吗？好了，夜深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我要好好的在这儿想一想。那我去厨房收拾一下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免得着凉。你是有话跟我讲吗？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讲。你第一次见到我，就知道我的身份，只是为了阿德着想，才没有拆穿。没想到你还这么善解人意。作为一个杀手，是比较敏感，加上白天的一些谈话，如果还不了解你的意思，我又怎么当一个杀手呢？那么你打算如何？我是处于被动的立场，不是吗？好，你有2条路可以走。第一，为了避免让阿德受到伤害，你跟我私下到临汾去见我师父，让阿德以为你不告而别，这样也许可以减轻你对他的伤害。那第2条路呢？你我反目成仇，你有本事就把我杀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带走阿德。难道没有其他解决之道吗？我原本以为有其他的路可以走，我发觉我错了。因为如果一味的顾及阿德，而让你逍遥法外，这样不但是让我有违师命，更对不起那些死在你剑下的亡魂。好，我跟你走。不过在我临走之前，我要亲自向阿德告别。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难道你不知道让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很残酷的事吗？姐姐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他是一名杀手，他并没有向我隐瞒任何事情。阿德，你怎么会那么糊涂？姐姐，请你也体谅一下我的心情。如果我不是怕你伤心，我早就揭发落日他的身份，因为我非常肯定，他就是杀害郭武2家的凶手。阿舍姑娘，能否告诉我，这2件事情是从谁的口中听说的？这一点你没有必要知道。不可否认，吴家之案的确是我一人所为，但是郭家之人并不是死在我的剑下，而且我并没有在郭家门口徘徊游荡，可见说谎之人别有用心。姐姐，我可以证明落日没有杀郭家的人。你如何证明呢？因为落日那天去郭家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正好我在场。我劝他放下屠刀，不要再造杀孽。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，从今而后绝不再杀人。所以，我才会把他带到苦竹精舍来。那么你为什么到郭家呢？追我的那名杀手名叫竹月，他对落日情有独钟。他以为，当我知道落日的真实身份之后，就会离开他，所以
才带我去现场目睹一切。没想到，落日为了我，放弃了杀手生涯，冒着被他的主人追杀、亡命天涯的危险。这也是竹月始料未及的。如果我没有想错，应该是竹月为了泄恨，所以才会杀了郭家的全家。阿德，我想是你误会了他。就算是他痛下杀手，也绝对不会是为了泄恨，只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如果他有报仇之心，前几天到金舍警告我的时候，主人就会倾巢而出，非置我于死地不可。如果一切真如你们所说，那么整件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。落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你跟我到临汾一趟，去见我师父。姐姐，如今对落日而言，只有金舍最为隐秘。如果他跟你一起去临汾，那我担心他还没有见到师父的面，就已经遭到毒手了。阿德，师命难违，我希望你不要为难我。姐姐，你急着带落日去临汾，真的是向师父复命，还是想证明张夫人的亲与否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有这种想法。姐姐，你不要生气啊，我不是有心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已经相当清楚了，什么都不用再说了。不是这样的。落日说过，他的主人是个男人，所以张夫人不可能是元凶。落日，如果你有心向善的话，希望你能够供出杀手组织的一切，这样不但可以让官府早日破案，也可以弥补你过去犯下的罪行。阿舍姑娘，我不是故意隐瞒，我只负责执行任务，其他事情我根本不知。那么刚才阿德所说的杀手主人是谁？只要找到他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我们从小被主人收养，分别传授武艺。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追风、向阳、竹月。我们彼此4人，并不熟人，包括主人在内，每次见面都是黑金蒙面。直到我救了阿德之后，主人怕我们彼此认错，才叫我们打开蒙面，互相认清楚。如此说来，你连主人的真实身份跟面孔都不知道。我是不知道，甚至组织有多庞大，我也不清楚。你为谁卖命杀人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不觉得你太愚蠢了吗？照你这样看来，除了现在我们已经证明张夫人不是杀手主人之外，她是否与杀手组织有关系，还不得而知。无论真相如何，我相信师父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才会有定论，绝不会冤枉好人的。不过落日还是要跟我到临汾去见师父一面。姐姐，如今你已经证明落日一心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是不是可以对他网开一面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不带他到临汾认罪，由我先去跟师父说明一切。不过落日，你也要答应我，在我向师父禀明之前，你绝不会畏罪潜逃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离开金舍。我就相信你这一次。那我立刻去见师父。阿舍，阿舍，师父，阿舍，跟我走。师父，师父，终于等到你回来了。这2天简直快把我气死了，尤其你的臭师傅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师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前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里，突然看到一个人影，我追出去，居然是个杀手，而且故意让我刺伤他，结果被你师父撞见，他居然一口咬定我就是杀手组织的首脑。你说这件事气不气人？师父，难道你没有为自己辩解，说明这一切只是被栽赃嫁祸吗？我当然一口否认，可他跟你师丈偏偏不信。我石头师父对你一直有所怀疑，所以这件事情让他更加肯定，没有办法接受您的解释。原来他是在借题发挥，根本就想置我于死地。臭和尚，没有想到你的心居然如此狠毒，
师傅，我石头师傅他一向心怀慈悲，绝对不会心存恶念的，你不要冤枉他。他可以诬赖我，我凭什么就不能冤枉他？难道我于二娘就是这么好欺负的吗？师傅，好了，你处处偏袒于他，是不是在你心中已经完全没有我这个师傅的存在了？师傅，你们两位师傅都对我恩重如山，根本没有孰轻孰重之分，您千万不要误会。好，那我问你，这个臭和尚有损我的清白，说我是打家劫舍的盗贼，你打算帮谁呀？